儿时的我做过这样一个梦，梦中有一段滑梯，而我坐上了它。在一段穿梭过后，它把我带往了另一个世界。就在不久前，我被困入到了一个奇怪的世界中，我不知道这是哪儿，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来的。我唯一知道的是，这个世界由各式各样的水池所构成，这里的建筑结构错综复杂，让人晕头转向。我四处转悠，想找人帮忙，但这个世界安静的让人感到可怕，除了我自己的脚步声，我什么也听不到。别说人了，整个建筑内部我连个鬼影都没有看到。但好消息是，我找到了前人在墙壁上所留下的地图，还不赖，至少说明有人来过这里，没准我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找到自己的同类。根据地图的指引，我找到了一个巨坑，这个坑深不见底，如果摔下去，那肯定是九死一生。但你猜怎么着？我直接就跳了下去。运气不错，万丈深渊没有将我粉身碎骨，而是带我来到了另一个世界。对着深不见底的巨坑纵身一跃，确实不像是正常人会做的事情。你可能会觉得我疯了，但其实不然，我已经被困在这个池河世界太久了。现在的我有点分不清现实与虚幻的边界，我能够感受到我的感官正在慢慢被剥离，时间和生命对于我而言也渐渐失去了概念与意义。这个充斥着水池的世界似乎正在将我渺小的精神慢慢吞噬，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，不惜一切代价。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后，我的思绪就开始跌宕起伏，好奇、恐惧、向往、安宁。池河世界给人的感受是很难用言语进行描述的，看似平静的池水之下，实则波涛汹涌，那便是我复杂的情绪与心情。你可以漫步于殿堂之中，感受圣光的洗礼，也可以去桑拿房解除一下身体的疲惫，亦或者是进入一些房间，观赏这些奇异的滑梯。你甚至可以乘坐它们前往不同的世界，那种从高处跌入谷底的刺激，比任何奇观都要来得震撼人心。去楼梯上转转，没有目的，就当是锻炼锻炼身体。去喷泉房看看，不为别的，就算是一次随遇而安的旅行。水下走廊、木质房间、黑白迷宫、地下城、电话亭，想去哪任君选择。走累了就坐坐电梯，不想逛了也不用着急。这里没有世俗世界的干扰，有的只有没有出口的美好。找一张水面上的椅子坐下，好好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宁静。等我们回归现实后，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。建筑结构时而杂乱无章，时而井然有序，它们似乎是随机组合的拼图，但冥冥之中又按着某种顺序井然有序地排列着。你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鬼斧神工，他甚至为你准备了马桶和独立厕所。当然，如果你真的内急的话，这些如厕之地也没有那么好找，你大概率会在这迷宫中迷失方向，然后痛失一条内裤。庆幸的是，这里没有禁止随地大小便、违者罚款的告示牌。你或许会在寻找厕所的途中看到一些似乎无法抵达的出口，不要限制了你的想象。在这个世界，空间的法则早就进行了重新洗牌，你只需要一路向前，继续自己的旅途。这个地方，哎，兄弟们，这个门我要怎么过去？嗯？我靠！啊！啊！这是真实存在的世界吗？不用太过惊讶，旅行者，这就是池河的世界，一个充满着想象力与未知的世界。池河美丽的风景会让部分人沉醉，被孤独感所包裹的他们，非但没有寂寞的恐慌，反倒成了一种孤芳自赏的享受。但如果因此就认为这个世界是安全可靠的，那也未免有点过于愚蠢了。
在视觉无法抵达的黑暗最深处传来的阵阵低语声，就是对危险与无知的最佳诠释。我靠！我靠！你们听到低语声了吗？好吓人啊！除了池子和水，建筑的内部开始频繁出现雕像，它们搔首弄姿，变化多端，有时还会成群结队的排列。雕像们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随着探索的深入，你会发现它们并非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。事实上，随着雕像们的出现，事情就开始变得不对劲了起来。在旅途中，总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呼唤我。我顺着那无声的呼唤离开了木质房间，穿过了地下的走廊，来到了一个类似神殿的地方。我以为这是神明的指引，却不曾想到看到的却是那无数痛苦与狰狞的面孔。如此梦幻的世界，却有着这种扭曲和阴暗的雕像。这些巨大的人头仰天长啸，仿佛是在抱怨上天的不公，又似乎是在发出反抗的怒吼。这个地方太让人不安了，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。顺着光线的指引，我们顺利地找到了出口。出口通向的房间阳光明媚，这下就舒服多了。但这些诡异的雕像到处都是，还真是煞风景呢。而且他们越玩越花，这一次干脆玩起了叠罗汉。他们摆出了一些诡异的姿势，将一个蓝色滑梯的入口给包裹起来。我很好奇，这个滑梯会通向何处？这个地方有点眼熟，我居然回到了最初的池河世界，但原路返回的道路已经被堵死，而这个世界的结构也发生了些许的改变。原先由白色瓷砖所构成的空间，变成了由红砖堆砌的地下城。虽然没有那种白色给人的神圣感，但这些红砖也别有一番风味。或许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息一段时间，然后再踏上旅途。离开地下城以后，我进入到了一个混乱的空间，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就迷失方向。找路还要找半天啊！哦，对，走这。这种结构找路还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。之后我来到了一个全是黄色墙壁的空间，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一个名叫后世的世界。也许池河的世界与后世世界之间有某种特定的联系。这要是根据那个新手教程改的就搞笑了啊！一直说它不是后世，结果来了个新手教程一样的关卡，这下回旋镖了，兄弟！哇，这个真的很像那个新手教程关卡，我靠！但无论再怎么有趣的景色，看多了也会审美疲劳。这里大多数都是些重复且单调的场景。池河世界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，于是他决定把我再次带往另一个世界。哇！我靠，这什么地方？哇！怎么直接飞进来了？我靠，这什么地方？怎么又到梦河的世界啦？你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啊！怎么池河合着到梦河的世界来了？这真是梦池怪河不分家是吧？那个木屋的门是打不开的，不晓得往哪走，要不就沿着这个公路走吧。哇，这个正式版真是量大管饱。我这是来到什么小镇了吗？我这是来到梦河小镇了吗？啊！地震啦！怎么地震了呀？由于整个世界发生了未知的崩塌，我只能躲入建筑的内部来寻求庇护。看来这个世界的形成并不是很稳定，那么需要离开这里的理由就又多了一个。虽然室内的场景看起来还是十分温馨，但这一切只是表象。推开门后，你就会发现
到处都是万丈深渊，甚至在平静的水面之下都是暗流涌动，稍不留神滑入下去，那必将万劫不复。穿过水池，坐上滑梯，继续寻找新的出路。桑拿房不再是你缓解疲劳的港湾，它现在更像是一个想要把你置于死地的烤箱。之前所见到的房屋也被池水所淹没，池河世界似乎是脱下了自己的伪装，把自己残忍无情的一面展示给你看。但当你进入这个洁白的房间以后，画风突变，你看到了前人所留下的画作，看着这高超画技之下所诞生的作品，你不禁感叹道：我操，这人是有多闲啊，怎么还有心思画画呀？而比起画作，更让你惊讶的是，你居然遇到了一只可爱的小羊。这是你在这个世界遇到的第一个生命体，而在此之前，你一直是独自一人在这巨大的螺旋中徘徊。想到这里，一股孤独感涌上心头，眼泪也不争气的从嘴角流出。哎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是烤全羊比较好，还是红烧羊肉比较好？在告别小羊以后，我们继续向前走，来到了一个怪异的工厂里面。工厂里面的机器还在运作，似乎在运送人类的灵魂。这些灵魂是从哪来的，又会被运送到什么地方？这个问题恐怕没人知道。如果你继续向前探索，那么将会发现更加诡异的场景。作为骑手的巨大雕像肆意摆弄着作为棋子的小雕像们，棋子们痛苦哀嚎，丧失意志。这是否有着某种暗喻，我们不得而知。最终我进入到了一个画廊之中，入口的画都比较常规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不过其中有2幅画比较有意思，一个是在一个巨大椅子旁边的池河画像，画中还特别画出了这个神秘的玩具鸭子。曾经的我和这只鸭子有过一面之缘。还有一幅画写着 Nothing， 意思是这里什么也没有。这张画并不是重点，而在于转角的这一张，或者说很多张。画上是一个面向狰狞且痛苦的怪物，它正在倒着走并注视着我们。我们往后继续探索，会发现全都是这种画。不过走到尽头会有一幅画与众不同。怪物的手伸向了一名小女孩，而小女孩把一束鲜花献给了她。看完画展后，我们会进入一个地铁站。这是什么新型的卧轨方式吗？诶，这个地铁站的雕像是不是有点眼熟啊？穿过地铁站后，我们会来到一个被水淹没的走廊，再走一段会自动铺路的路线，最终我们来到了这里。这个地方我曾经有来过，只是在很久之前，这里还没有被大水给淹没。这也预示着我们要加快步伐离开这里，搞不好哪一天我也会被水给淹没掉。不过呢，不断上涨的水位并不是我们要面对的唯一麻烦。那些该死的雕像果然是活的，我走到哪，雕像就跟到哪，他们紧随其后，想要将我团团围住。但好在我找到了一个疑似有出口的房间，而且令人惊讶的是，有一个人正在出口处迎接着我的到来。如果你在旅途中仔细留意四周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一直都在暗处观察着你，你们的关系就像那2个雕像一般。不过这都已经无所谓了，我已经不想再待在这个池河世界里了，我要回归现实世界。这就是我在池河世界里的故事，也是游戏 Pulse 正式版的所有内容。究竟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虚幻，我的心目中已经没有了界限。
如果说之前 PUS 的测试版是在小试牛刀的话，那么这次的正式版可谓是量大管饱。PUS 以池盒为主要元素，也杂糅原创了一些其他的域线空间元素，使游戏在不脱离池盒这一主要风格的同时，又不显得重复单调乏味。滑梯的设计相当优秀，它不仅充当了各个关卡的过渡，也能够在玩家探索地图的途中起到不错的趣味性。很多建筑结构和世界元素的设计，我个人非常喜欢，但比较遗憾的是，最终的雕像追逐并未做出应有的感觉，结局也略显仓促了一些。可以说开头和中间都不错，但收尾差了些。不过整个游戏的核心还是以中间部分的逛街为主导，所以结尾的这点遗憾并不影响整体。游戏目前的售价42块钱，打折37。如果你对池盒元素是情有独钟的话，那么这个价格物有所值，毕竟量大管饱。当然，如果你想体验剧情和玩法方面，那这个游戏是不适合你的。这种逛街游戏从来都是喜欢的人非常喜欢，不喜欢的只会深感无聊。不过即使对这种风格并不来电，但视频还是可以看的，所以3连不要忘记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你的耐心收看，我是陈子墨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